事先声明一下，这些笔刷都是我从其他大神那里偷来的，比如黄光健老师，比如阮家老师，比如柯一正老师，比如blah blah blah 老师之类的。对，我就是小偷，我就是偷别人的笔刷，怎么样？笔刷什么的都是狗屎，硬实力才是王道，不要本末倒置。OK， 进入正题，先分享一下我每次用的快捷键，感觉比较受用。因为 PS 还有 CSP 他们的那个快捷键，就是会让你变成蝴蝶手嘛，不管是缩放还是 undo， 或者是笔刷大小什么的，那就乱七八糟了。就是它会在你的左边部分的键盘，又会跑到你右边的部分键盘，所以你必须好像蝴蝶手一样，来来回回切换。所以我就把大部分的快捷键都设置在左边部分的键盘，就那些常用的。笔刷大小、缩放，然后各种，然后左右翻转之类的。反正我是这样子改了之后，感觉作画流畅度会比较好。一部分快捷键的图我会放这里，有需要的可以暂停看一下。接下来就是分享有哪些笔刷的类别，还有它们的特性。像现在的类别就是氛围，其实叫什么都没差，大概知道它们的特性就好了。这些笔刷一般都会用在大面积铺材质，或者是上色，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，就是你要铺一层。很薄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用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排线的、颗粒的，然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，可以自己试一下。这里也只是稍微展示一下他们画出来是怎么样的吧。再来的类别我就是把它放普通，因为里面的都是那种硬笔圆笔啊，然后半透明啊。这里特别说一下，我自己的喷枪有归类为3种。第一种就是非常重，然后实心了；然后第二种是非常的淡了；第3种就是19号变成的喷枪。然后就是一边立一边柔，然后有比较淡、比较实，有19号笔，然后有三角笔，然后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像水彩一样的这个笔刷也是非常好用。然后剩下的一些就是可能画睫毛啊，还是刻画一些东西比较好用。接下来就是基础。这只是我经常用的，第一支是有色彩抖动了，然后第二支就只是普通了。这支不管起稿还是刻画什么的都非常好用，但是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不能缩得很小来画。哦对，但是它能画得很实，就像这个样子，也能做一些过渡。左手边这2支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对比更强烈，所以它的肌理也会更多。其实我用的更多的是这2支，反正我是觉得非常好用了。但是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办法画得很实。但这个笔刷就比较松弛，也可以卡硬边，然后也能做背景、渲染什么的都行，反正是很无敌啊。这边就是硬边的笔刷，这个笔刷好像有个名字叫什么来着？树脂笔刷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对，就是硬边了，方块的笔刷，也是非常的好用。你要过渡什么的，其实也可以，然后刻画啊、掐边啊、掐点啊都可以。然后这个笔刷也是非常多人用啊，然后我也是调了一个色彩抖动，还要卡硬边，要过渡什么的都可以。这一支的形状就很好看。好像你画一些起稿，或者是你要画一些概念的时候，它的形状就能给你有很多想象力，非常的 nice。这一支也是可以用来画概念还是什么的，但是比较多都是用在头发丝之类的，我就不全部都介绍了，我现在也说不了那么多话。这一支就是阮家大神经常用的画笔，虽然我很想学会用它，但是我还是学不会。我也很想学会像阮家大神一样画画，但是我学不会，我是废物。再来就是纹理，其实我画画基本没有什么细画，因为我的基本功很差。这些笔刷是有一些技巧了，你可以从亮的地方刷去暗的，暗的地方刷去亮了，然后就可以增加细节了。然后有一些就是在边缘使用。稍微看一下一些例子，虽然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吧。因为我的颜色拿捏的不准，所以我会配合橡皮擦来使用。后面的其实都差不多，随便看一下吧。有一些笔刷好像是拿来画头发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拿来用来排线。最后就是一些颗粒的效果，反正我每次画完有的时候会加了之后就会感觉很屌，完成度很高，但实际上我画的跟坨屎一样。后面就是一些实战操作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是个分享，我就不原创了，随便找了张图然后临摹，但是步骤基本都是一样了。
我就不解说了，基本的逻辑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些一样，得到了笔刷你也得不到画技，就像我得不到它一样，加油吧，各位路人。
恭喜你成功的看完了，虽然我知道并没有多少人会看，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成功的看完了，获得了浪费你人生10分钟的机会，还有一坨大家都拥有的笔刷。希望这个视频真的能帮到人吧，爱你们哟，啾咪。